除夕当天，婆家14口挤进我公寓，婆婆递我500块让我回娘家，我收钱就走。第二天，丈夫打来52通电话。除夕上午10点，我公寓的门铃响了。我正在厨房准备午饭，手里还拿着刀，听到门铃声愣了一下。丈夫林峰昨晚就说了，今年要带我回婆家过年，怎么这个时候有人来？透过猫眼往外看，我整个人僵住了。门外站着10几个人，大人小孩挤在走廊里，最前面的是我婆婆张慧琴。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深蓝色棉袄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正盯着猫眼的方向，好像知道我在里面看着。我的手心开始出汗。这是我和林峰结婚3年来，婆家人第一次主动来我这里。平时都是我们大包小包的往婆家送东西，他们从来没来过这个城里的小窝。这是小姑子林小燕的原话，说的时候带着明显的不屑。门铃又响了，这次响得更急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放下菜刀，擦了擦手，打开了门。妈，我挤出一个笑容。张慧琴没说话，目光从我脸上扫过，落在我身后的客厅里。他身后的人开始往里涌，公公林大山，小叔子林涛和他老婆孙丽，小姑子林小燕和她老公陈亮，还有3个7、8岁的孩子，另外还有几个我只在婚礼上见过一面的远房亲戚。哎呦，这房子还真不小啊！孙丽抱着孩子就往沙发上坐，比我们在镇上租的房子强多了。3个孩子已经在客厅里跑开了，其中一个撞翻了我摆在茶几上的花瓶，水洒了一地。小心点！我下意识地喊了一声。小孩子嘛，淘气是正常的。林大山坐到了主位上，楠楠，去倒茶。我的名字叫苏楠，但在这个家里，我永远是楠楠，不是儿媳，更不是苏楠。他们叫我的方式，就像在叫一个做家务的保姆。我转身去倒茶，手有点抖。10几个人突然闯进来，连招呼都不打，这算什么？楠楠，张慧琴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。我端着茶杯转过身，看到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，5张红色的100元钞票，在客厅的光线下显得格外刺眼。这是500块。他把钱递到我面前，语气平静的像在说，今天天气不错，你拿着回娘家过年吧。我的大脑一片空白。妈，您这是？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发抖。我们一大家子好不容易聚齐了，要在你们这儿过个年。张慧琴的目光从我脸上移开，看向厨房的方向。你一个人在这儿也不方便，回娘家去吧，等过了初5再回来。客厅里突然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在看着我。孙丽抱着孩子，嘴角带着似有似无的笑意。林小燕靠在陈亮身上，眼神里写着看你怎么办。林大山端起茶杯，吹了吹热气，好像这一切与他无关。只有3个孩子还在追逐打闹，笑声在这诡异的安静里显得刺耳。我的手指掐进掌心里，指甲嵌进肉里。林峰呢？我努力让声音听起来平静一些。他知道这件事吗？小峰在楼下停车呢，东西太多了。张慧琴把钱往前递了递，你快收着吧，别让大家等着。我盯着那500块钱，3年了，3年的忍气吞声，3年的委曲求全，3年的努力讨好，到头来换来的就是500块钱和一句回娘家去吧。我抬起头，对上张慧琴的眼睛，她的目光很平静，没有恶意，也没有歉意，就像在做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在她眼里，让儿媳妇回娘家
让自己家里人占据儿媳妇的房子过年，这是天经地义的。好，我听到自己说，我收下了。我接过那500块钱，转身走进卧室，身后传来孙俪的笑声：哎呦，这么痛快就走啊？我还以为要闹一场呢。人家是城里长大的，懂事。林小燕的声音里带着讥讽。我关上卧室门，靠在门板上，死死咬住嘴唇。不能哭，绝对不能在他们面前哭。我用最快的速度收拾了一个行李箱，拿上手机和钱包，推开门走出去。客厅里，林峰刚从门外进来，怀里抱着2大箱东西。他看到我拖着行李箱，愣了一下。楠楠，你这是？你妈给了我500块。我把那沓钱举起来，让他看得清清楚楚，让我回娘家过年。林峰的脸色变了变，但他没说话。我走了。我拖着行李箱走到门口，回头看了他一眼，祝你们过个好年。门砰的一声关上。走廊里很安静，只有我拖着行李箱的轮子滚过地面的声音。电梯门打开，我走进去，看着镜子里自己的脸，眼眶是红的，但没有眼泪。电梯开始下降，我低头看着手里的500块钱，突然笑了。笑着笑着，眼泪就掉下来了。出租车在高架桥上行驶，窗外的城市灰蒙蒙的，天空压得很低。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几眼，大概是看到我红肿的眼睛，欲言又止。最后他还是开口了：姑娘，过年了，怎么一个人拖着箱子回娘家？我的声音有点哑。哦，那挺好。司机笑了笑，过年就该回家，和爸妈在一起。我没接话，只是盯着窗外发呆。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林峰发来的消息：你别生气，我妈她就是那个性格，你多担待。我盯着这条消息看了很久，最后连回复都懒得回，直接锁屏了。多担待，这3年来我听的最多的就是这3个字。我和林峰是在一个朋友聚会上认识的，那时候我25岁，在一家广告公司做设计，他28岁，在一家外贸公司做业务经理。他话不多，但看起来很稳重，对我也体贴。我们恋爱了1年，他求婚的那天，我答应得很快。我以为我找到了对的人，但婚礼那天，我就隐约感觉到了不对劲。婆家来了40多个人，我们家只来了10几个。酒席上，张慧琴一直拉着我，当着所有人的面说，我们家小峰从小就苦，他爸身体不好，家里就靠我一个人支撑。现在好了，娶了你这个城里姑娘，以后的日子就好过了。当时我只觉得他说的有点奇怪，但也没多想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他说的日子好过了，大概指的就是可以理所当然的从我这里拿东西了。婚后第1个月，张慧琴来了一趟，说是来看我们，实际上是来看房子的。她绕着90平米的2居室转了一圈，最后说，这房子是你婚前买的吧？没写小峰的名字。我说，是我父母出的首付，我自己还贷款。他的脸色就不太好看了，但没说什么。临走的时候，拎走了我放在玄关的2盒茶叶。第2个月，林大山打电话来说家里要翻修房子，问我们能不能支援一点。林峰二话不说就赚了2万块过去。那个月我们的房贷差点还不上，我加班到凌晨做私活才把窟窿补上。第3个月，小姑子林小燕要在镇上开奶茶店，又是一笔钱。第4个月，小叔子林涛的孩子要上幼儿园，学费不够。我记不清到底给了多少钱，
只知道我们的存款越来越少，而婆家人的要求越来越理直气壮。最让我难过的是林峰的态度，每次婆家要钱，他都会说他们是我的家人，我不能不管。我说我理解，但我们也要考虑自己的生活。他就会不高兴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嫌弃我家穷。我解释不清，最后只能闭嘴。渐渐的，我发现林峰在家人面前从来不会维护我。去年春节，我在厨房忙了一个下午，孙俪在客厅看电视，饭好了也不来帮忙。我端着热汤经过他身边的时候，他突然站起来，我没防备，汤洒了一点在他的衣服上。你怎么这么不小心？孙俪跳起来，这衣服可是我新买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赶紧道歉。算了，城里来的大小姐哪里会做家务？林小燕在旁边阴阳怪气地说。我涨红了脸，看向林峰，他坐在沙发上看着手机，好像什么都没听到。吃饭的时候，张慧琴问我年终奖发了多少，我如实回答2万。哟，不少啊。孙俪眼睛一亮，小峰，你老婆赚的比你多吧？林峰的脸色有点难看，没说话。女人赚钱多不是什么好事。林大山突然开口，容易不安分。那一刻，我的筷子停在半空中，一桌子人没有一个人说话，包括林峰。那天晚上，我在婆家的小房间里哭了很久。林峰进来的时候，我问他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他沉默了一会儿，我爸就是那个性格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又是这句话，别往心里去，多担待，理解一下。3年了，我听了无数次这样的话，但从来没有人让他的家人理解一下我，担待一下我。出租车停在我父母家的楼下，我付了钱，拖着行李箱走进单元门。电梯里，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眼睛肿得像桃子，头发凌乱，脸色苍白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整理了一下表情，不想让父母担心。但当妈妈打开门，看到我的那一刻，我的眼泪还是掉了下来。楠楠，妈妈吓了一跳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我摇摇头，拖着行李箱走进去。爸爸从书房出来，看到我的样子，脸色沉了下来。是不是林峰欺负你了？爸爸的声音里带着怒意。没有。我坐在沙发上，把那500块钱拿出来，放在茶几上，婆婆给的，让我回来过年。客厅里突然安静了，妈妈盯着那500块钱，脸色变得很难看。爸爸走过来，拿起那些钱，看了又看，最后啪的一声拍在茶几上。太过分了！爸爸的手在发抖。大过年的，把儿媳妇赶回娘家，还给钱打发，他当你是什么人？爸，别生气。我的声音很轻，我没事。你还说没事？妈妈坐到我身边，握住我的手，你看看你瘦成什么样了。我3个月没见你，你瘦了至少10斤。我低下头不说话。确实瘦了，这3年我瘦了20多斤，不是因为减肥，是因为心累。楠楠，你老实告诉妈妈。妈妈的声音软下来，你在婆家过得好吗？我咬住嘴唇，话说到一半，眼泪又掉了下来。这一次，我再也忍不住了，趴在妈妈怀里，哭得像个孩子。3年的委屈，3年的压抑，3年的忍耐，在这一刻全部爆发出来。我哭着说起这3年的生活，无休止的索取，没完没了的指责，林峰的冷漠，婆家人的轻视，他们从来没把我当成家人。我哽咽着说，在他们眼里，我就是一个会赚钱的工具，
一个免费的保姆。妈妈搂着我，眼泪也掉了下来。爸爸站在旁边，背对着我们，肩膀在发抖。过了很久，他转过身，眼眶是红的。楠楠，我问你一句话。爸爸的声音很沉，你还想继续这段婚姻吗？我愣住了。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认真想过，或者说我不敢想。如果你想离，爸妈支持你。爸爸走过来，蹲在我面前，你才28岁，人生还长，不要为了一个不值得的人浪费自己的生命。可是我已经结婚3年了，3年又怎么样？妈妈擦着眼泪，总比30年强。楠楠，妈不求你嫁个多有钱的人，只求你过得开心。你现在开心吗？我摇摇头，不开心，一点都不开心。这3年，我每天都活得小心翼翼，生怕哪里做的不对，惹了婆家人不高兴。我拼命工作赚钱，把自己累得半死，只是为了满足他们没完没了的要求。我以为只要我做得够好，他们就会接纳我，喜欢我。但现在我明白了，有些人永远不会把你当成自己人。你好好想想吧。爸爸站起来，想清楚了告诉我们，不管你怎么决定，爸妈都支持你。我点点头，但心里一片混乱。除夕夜，我在娘家吃的年夜饭，妈妈准备了一桌菜，都是我爱吃的。爸爸破天荒的拿出了珍藏的红酒，说是要陪我喝一杯。楠楠，来，敬你一杯。爸爸举起酒杯，祝你新的一年想明白该想明白的事。我端起酒杯，和爸爸碰了一下，一口喝干。酒精下肚，胃里暖暖的，但心里还是凉的。妈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我放下酒杯，你当初嫁给爸爸的时候，奶奶对你好吗？妈妈愣了一下，看了爸爸一眼。你奶奶也不容易，她那一辈人思想传统，重男轻女。我刚嫁过来的时候，她也看不上我，说我是城里的娇小姐，不会做家务，配不上你爸。那你怎么办的？我忍啊。妈妈苦笑，还能怎么办？白天上班，晚上回来做家务，周末去他那里帮忙收拾房子。我以为只要我做得够好，他就会改变对我的看法。后来呢？后来你出生了，他看到你，态度才好了一点。但真正改变是有一次我生病住院，他来医院看我，我当时烧得迷迷糊糊，拉着他的手叫妈。他愣了一下，然后哭了，说我是他见过最傻的儿媳妇。我的眼眶又红了。妈，那如果你一直做得再好，奶奶也不接纳你呢？妈妈沉默了很久。那我就离婚。她看着我，很认真地说，楠楠，婚姻不是忍耐大赛，不是谁忍得久谁就赢。如果一段关系只能靠一个人的委屈来维持，那他从一开始就是错的。爸爸也点点头，你妈说的对。我当时跟我妈说了，如果他再对你妈不好，我就带着你妈搬出去住。我妈这才收敛了。我低下头，眼泪掉进碗里。可是林峰从来没有这样说过。我的声音在发颤，他从来没有在他家人面前维护过我，哪怕一次都没有。这才是最让我心寒的。如果林峰愿意站在我这边，愿意对他的家人说，你们不能这样对我老婆，我受再多的委屈都愿意。但他没有，他永远站在他家人那边，而我永远是那个应该多担待的人。楠楠，你记住一句话。爸爸认真地看着我，男人爱不爱一个女人，不是看他说了什么，而是看他在关键时刻站在谁那边。我点点头，但泪水还是止不住的流。手机又开始震动，
林峰发了20多条消息。我打开一看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接电话，你别这样好不好？我妈她就是那个性格，你别跟她计较。你回句话啊，苏南，你别太过分。看到最后一条，我的手停住了。太过分？是我太过分？我深吸一口气，打字回复，我怎么过分了？消息发出去，不到10秒，林峰的电话就打过来了。你终于舍得接电话了。林峰的声音里带着怒气，你知不知道我打了多少个电话？我不想接。苏南，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我的声音很平静，我只是想问，你妈让我回娘家，你知道吗？电话那头沉默了。林峰，你说话。我知道。我的心一沉。你知道，你妈要赶我走，你为什么不阻止？我没有赶你走，我妈就是想让家里人聚一聚，你一个人在那儿多不方便，所以就给我500块让我滚蛋。我打断他，林峰，那是我的房子，是我婚前买的，凭什么我要离开？那是我们的家。不，那是我的房子。我一字一句地说，房产证上只有我的名字，贷款是我在还，你们凭什么赶我走？苏南，你怎么这么自私？林峰的声音里满是失望，我们是一家人，分那么清楚干什么？我笑了，笑出了眼泪。一家人？林峰，你扪心自问，你家人有把我当成一家人吗？我妈对你不好吗？这3年她……够了。我打断他，林峰，我不想说了，你们好好过年吧。我挂了电话，手机立刻又响了，我直接关机。客厅里很安静，爸爸妈妈都看着我。妈，我累了，想睡一会儿。我站起来，走进我以前的房间。房间还是老样子，墙上贴着我大学时候的照片，书桌上还放着我的专业书。我躺在床上，盯着天花板，脑子里乱成一团。这3年，我到底在坚持什么？我以为只要我够好、够体贴、够大度，林峰就会爱我，他的家人就会接纳我。但现在我明白了，有些人永远不会把你当成自己人。在他们眼里，我不是家人，我只是一个外人，一个可以随意支配的工具。而林峰，他从来没有把我放在第一位。我想起结婚前林峰跟我求婚的那个场景，他单膝跪地，手里捧着戒指，眼神真挚地说，楠楠，嫁给我吧，我一定会让你幸福的。那时候我相信了，现在想来真是可笑。第2天早上，我醒来的时候，外面已经大亮了。我打开手机，屏幕上瞬间弹出无数条消息提醒，未接来电52个，全是林峰打来的。微信消息99加，有林峰的，有孙俪的，有林小燕的。我点开林峰的消息，从昨晚10点开始，你接电话，你到底要怎么样？我们好好谈谈行吗？你别闹了，苏南，我求你了，接电话。我妈病了，你快回来。看到最后一条，我的心跳了一下。婆婆病了。我正犹豫要不要打电话回去，林峰的电话又打过来了。你终于开机了。林峰的声音里带着哭腔，楠楠，我妈病了，在医院，你快回来吧。我的心一紧，怎么了？严重吗？很严重，医生说要住院。你快回来，我妈一直在叫你的名字。我愣住了，婆婆在叫我的名字。这3年，她从来没有好好叫过我的名字。现在她病了，在叫我。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回去。我说，挂了电话，
我匆匆忙忙洗漱，跟爸妈说了情况，就冲出门。出租车在医院门口停下，我付了钱，跑进急诊大楼。林峰站在走廊里，看到我，快步走过来：“你总算来了。”他的眼睛红红的，胡子也没刮，看起来很憔悴。妈怎么样了？我问。在里面。林峰拉着我往病房走，昨天晚上突然晕倒了。病房里，张慧琴躺在床上，脸色苍白，闭着眼睛。林大山坐在床边，握着他的手。孙俪和林小燕站在旁边，看到我进来，眼神都有点复杂。妈，我走到床边，轻轻叫了一声。张慧琴睁开眼睛，看到我，愣了一下，然后别过头去。你来干什么？她的声音很虚弱，但语气还是那么冷淡。我愣住了。林峰不是说妈妈一直在叫我的名字吗？妈，楠楠担心你，特地从娘家赶过来的。林峰在旁边说。我没让他来。张慧琴闭上眼睛，我没事，让他回去吧。空气突然凝固了。我站在病床边，感觉所有人都在看着我，眼神里写着看吧，他就是这么不识相。那个医生怎么说？我硬着头皮问。还在检查。林大山叹了口气，可能要住几天院。住院费你不用管。林小燕突然开口，语气里带着讽刺。我们自己的妈，我们自己养得起，不用你操心。我的脸一下子红了。小燕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林峰皱眉。我说错了吗？林小燕冷笑。昨天给了500块就让人家滚蛋，今天病了又把人家叫回来，我们家不是这么对待儿媳妇的吧？你闭嘴！林大山瞪了他一眼。病房里又是一阵尴尬的沉默。我站在那里，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，像个笑话。那个，我去问问医生。我找了个借口，转身往外走。走到走廊上，我靠在墙上，深吸了一口气。太羞辱人了。林峰追出来，拉住我的手。楠楠，你别生气。我没生气。我甩开他的手，我只是想知道，你昨天为什么骗我？你说你妈一直在叫我的名字，可她刚才说她没让我来。林峰的脸色变了变。我是想让你回来，所以你就编个谎话骗我。我没有骗你，我妈确实病了，我只是想让你回来看看她。为什么？你家那么多人，不缺我一个吧？你是我老婆。林峰看着我，出了事你就应该回来。可你妈明显不欢迎我，她就是那个性格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又是这句话，我真的受够了。林峰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我深吸一口气。昨天你妈要赶我走，你为什么不阻止？他沉默了。你说话。家里人多，你一个人在那儿确实不方便，所以你就眼睁睁看着你妈把我赶走。我的声音开始发抖。林峰，我是你老婆，不是外人，那是我们的家，为什么我要离开？楠楠，你别激动。我不激动。我的眼泪掉下来。我只是想知道，在你心里，我到底算什么？林峰抬起头，看着我，嘴唇动了动，但没说出话来。他不说话，就是最好的答案。我明白了。我擦掉眼泪。你回去照顾你妈吧，我先走了。你去哪儿？回我自己家。我强调了我自己3个字，那是我的房子，我有钥匙。我转身走向电梯，身后传来林峰的声音：苏楠，你要是走了，就别回来了。我停住脚步，回过头看着他。你说什么？林峰的脸涨得通红。
你就是太自私了。我家里出了事，你不但不帮忙，还在这里闹脾气，你到底有没有良心？我盯着他，突然笑了。良心？林峰，这3年我给你家多少钱？你自己算算。你妈要翻修房子，我给了2万。你妹妹要开奶茶店，我给了3万。你弟弟的孩子上幼儿园，我给了1万5。逢年过节的红包，每次最少1000，这些加起来快10万了。我从来没说过一个不字，因为我知道你爱你的家人。可是林峰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也是有家人的。我爸妈养了我25年，这3年我给我爸妈买过什么？一件像样的礼物都没有，因为我的钱都贴给你家了。林峰的脸色变了。我不是说不应该帮你家，但是林峰，你至少应该让我感觉到我们是一家人。可你呢？你从来没有在你家人面前维护过我。他们说我，你就装听不见；他们指使我，你就当看不见。昨天你妈让我滚蛋，你也没说一句话。林峰低下头不说话。我嫁给你不是来当保姆的，也不是来当提款机的，我只是想要一个正常的家庭，一个会保护我的丈夫。但你给不了我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林峰抬起头，眼睛红红的。我已经很努力了，够了吗？我问他，也问我自己。他没说话，我也不想听他说话了。我转身走进电梯，按下关门键。电梯门缓缓合上，我看到林峰站在走廊里，一动不动，像一尊雕塑。电梯下降，我的心也在下沉。回到娘家，已经是下午2点。妈妈打开门，看到我红肿的眼睛，什么都没问，只是把我拉进屋，让我坐下。饿了吧？妈给你煮碗面。我摇摇头，不饿。那喝杯热水。妈妈倒了一杯水递给我，我捧着杯子，感受着掌心的温度，眼泪又掉了下来。妈，我想离婚。我终于说出了这句话。说出来的那一刻，我突然感觉轻松了。妈妈愣了一下，然后握住我的手。好，离。妈支持你。可是我会不会太冲动了？不冲动。爸爸从书房走出来，认真的说，楠楠，你不要觉得离婚是一件丢人的事。婚姻是2个人的事，如果只有一个人在付出，在委屈，在忍耐，那这段婚姻就失去了意义。可是我已经结婚3年了。那又怎么样？妈妈打断我，3年不算长，你才28岁，以后的路还长着呢。楠楠，结婚不是终点，幸福才是。如果婚姻不能让你幸福，那离开它才是对自己负责。我点点头，眼泪还在流。我只是觉得我已经努力了，为什么还是不行？因为有些事不是你努力就能改变的。爸爸叹了口气，有些人不是你对他好，他就会对你好。你对林峰好，对他家人好，但他们珍惜了吗？我摇摇头，没有。他们不但不珍惜，还觉得理所当然。楠楠，你记住。妈妈擦掉我的眼泪，真正爱你的人会心疼你的付出，会保护你不受伤害，而不是让你一个人面对所有的委屈，然后对你说多担待。我的心像被针扎了一样疼。这3年，林峰对我说过无数次多担待，别往心里去，你理解一下。但他从来没有对他的家人说过你们对我老婆好一点。我明白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我要离婚。这一次我说得很坚定。初3那天，婆婆出院了，林峰开车送她回老家，我没去。
但下午我接到了婆婆的电话，楠楠，你回来一趟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她的语气软了一点，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决定去。毕竟她病了，我去看看也应该。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是傍晚，病房里只有张慧琴一个人。我推开门，轻轻叫了一声妈。张慧琴睁开眼睛，看到我，指了指旁边的椅子，坐。我坐下，等她说话。楠楠，这3年委屈你了。张慧琴突然说。我愣住了，这是她3年来第一次说这样的话。妈，你别说话，听我说完。张慧琴打断我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昨天的事是我不对，我不应该那样对你。我的眼眶红了。但是楠楠，你要理解我，我们家条件不好，小峰兄妹3个全靠我和他爸拉扯大，现在他们都成家了，我这个当妈的总想着能帮一点是一点。我理解。我的声音有点哑，但是妈，我也是有家人的，我不是说不应该帮你们，但是我知道。张慧琴叹了口气，这3年你对我们家确实尽心尽力了，这些我都记着。我愣住了，她记着？那你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个自私的老太太。张慧琴苦笑，我看你好说话，就一而再再而三的麻烦你。我以为你不会介意，可我错了。昨天小峰跟我吵了一架，说我太过分了，把儿媳妇都逼走了。我的心跳了一下。林峰跟婆婆吵架了，为了我。她说你对我们家这么好，我不但不知道感恩，还把你赶走。张慧琴的眼圈红了，我当时气得血压升高，晕倒了。醒来之后，我想了很多。楠楠，是我对不起你。我的眼泪掉了下来。你是个好孩子。张慧琴握住我的手，是我这个婆婆不好，没把你当自己人，以后不会了，你相信我。我点点头，泪如雨下。这一刻，我心里所有的委屈都得到了释放。原来不是所有的付出都会被辜负，原来林峰也是在乎我的。妈，对不起。我哽咽着说，我不应该那么冲动。傻孩子，是我不对。张慧琴擦掉我的眼泪，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女儿，我不会再让你受委屈了。我趴在她床边，哭得像个孩子。门被推开，林峰走进来，看到我，他愣了一下，然后快步走过来。楠楠，你来了。我站起来，有点不好意思的擦掉眼泪。小峰，你带楠楠去吃点东西。张慧琴说。林峰点点头，拉着我的手往外走。走到走廊上，他突然停下，转身看着我。楠楠，对不起。他的眼眶红红的，是我不好，没有保护好你。我的眼泪又掉了下来。以后不会了。他把我拉进怀里，我保证，以后我会好好对你，不会再让你受委屈。我靠在他怀里，感受着他的心跳，突然觉得这3年的委屈都值得了。我们回家吧。林峰在我耳边说。我点点头。是啊，该回家了。医院的走廊上，灯光温暖，我和林峰并肩走着，手拉着手。我以为这就是结局了，我以为从今以后我们会好好过日子，但我不知道真正的冲击才刚刚开始。婆婆出院后，我们回婆家吃饭。吃完饭，我主动收拾碗筷。孙俪拦住我，楠楠你歇着吧，我来收拾。没事，我来就行。那我帮你。我们一起把碗筷拿到厨房，孙俪洗碗，我在旁边擦桌子。楠楠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孙俪小声说，妈就是那个脾气，
刀子嘴豆腐心。我知道，我笑着说，都过去了。忙完厨房，我走到客厅，看到林峰在和林大山说话。我走过去，林峰拉着我的手，让我坐在他身边。爸，我和楠楠过几天要回城里了。林峰说，这么快？多住几天嘛。不了，我还有工作要忙。我说，那好吧。林大山叹了口气，你们走之前记得把楼上小房间里的东西都带走，那房间太乱了，要收拾一下。我和林峰对视了一眼，都有点莫名其妙。我们在婆家没放什么东西，我上去看看。林峰站起来，我们上到3楼，打开阁楼的门，一股霉味扑面而来。阁楼里堆满了旧家具、纸箱子，我们在角落里找到了几个纸箱子，上面落了厚厚的灰。林峰打开一个箱子，里面是一些旧衣服。我打开另一个箱子，里面是一些旧书和相册。我正要关上箱子，突然看到最底下压着一个牛皮纸信封，鼓鼓囊囊的。我把信封拿出来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是一沓汇款单。我随手翻了翻，突然愣住了。汇款单上的收款人是我的名字，苏楠。我的手开始发抖。林峰，你看这个。我把汇款单递给他。林峰接过去，看了一眼，脸色也变了。我翻了翻其他的汇款单，一共14张，每张5000到1万不等，时间跨度从3年前到半年前。最早的一张，日期是我们结婚后的第3个月。这些汇款单为什么会在你家？我的声音在发抖。林峰也懵了，我不知道。我仔细看着汇款单，突然发现了一个细节，所有汇款单的汇款人都是同一个名字，张慧琴。我的血液凝固了。林峰，这是你妈给我汇的钱。我怎么不知道？林峰拿过汇款单，一张一张的看，脸色越来越难看。一共14张，加起来105000。105000，这个数字在我脑子里炸开。可是我从来没收到过这些钱啊！我的声音在发抖。林峰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林峰沉默了很久，突然说，楠楠，你还记得3年前你出过车祸吗？我的脑子一片空白。车祸？3年前？我努力回想，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些模糊的画面，刺眼的车灯，刺耳的刹车声，然后是一片黑暗。我记不清了，我只记得我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，然后就好了。你住院的时候花了很多钱。林峰看着我，眼神很复杂。你爸妈付不起，到处借钱。我的心跳得很快。后来我妈帮你们付了一部分。林峰的声音很低，但是他不想让你知道，怕你有心理负担。所以这3年，你妈一直在替你还债。你欠她10万块。我的脑子嗡的一声炸开了。10万块？我欠婆婆10万块。这3年，我一直以为是我在付出，是我在给婆家钱，是我在帮他们。可实际上，一直在付出的人是婆婆，而我竟然还觉得她对我不好，还埋怨她，还想离婚。不可能，我爸妈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因为他们也不想让你有负担。林峰叹了口气，楠楠，你出车祸的时候伤得很重，你爸妈急坏了，到处借钱，但还是不够。是我妈拿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，帮你付了医药费。我的眼泪止不住的流。后来你恢复得很好，大家都很高兴。但是欠的钱还在，你爸妈每个月都在还。我妈看他们辛苦，就说别还了，当是给你的嫁妆。可是那为什么这3年
你妈对我那么冷淡？因为她觉得你不知道这些事，对她好是理所当然的，对她冷淡她也能理解。林峰苦笑，他说，如果你知道了欠她钱，反而会更不自在。我的心像被一只手狠狠攥住，疼得快要窒息。这3年我做了什么？我埋怨婆婆对我冷淡，我觉得她把我当外人，我甚至想要离婚。可实际上，她一直在默默付出，一直在保护我的自尊，一直在承受我的误解，而我竟然什么都不知道。我要去跟她道歉。我推开林峰，转身就要下楼。跑到2楼，我突然停住了，因为我听到了楼下传来的对话。妈，你为什么要把那些汇款单留着？是林小燕的声音。我想着，万一以后楠楠知道了，有个凭证也好。张慧琴的声音很平静。可是你为什么不告诉她呢？说出来了，她会愧疚的。她本来就是个心软的孩子，如果知道欠我钱，她会一辈子记着。我不想她活得那么累。我的眼泪又掉了下来。妈，你对她也太好了吧？孙俪的声音带着不解，她这3年对你什么态度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我知道。张慧琴的声音里没有一丝怨言，但孩子嘛，不懂事是正常的。他以为我不喜欢他，所以才会那样。等他以后懂了就好了。我捂住嘴，不让自己哭出声来。可是妈，你这样做，他万一一辈子都不知道呢？林小燕说。那也没关系。张慧琴笑了，只要他和小峰好好的，我就满足了。钱这种东西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能帮到孩子，值了。我再也忍不住，蹲在楼梯上放声大哭。林峰追上来，蹲在我身边，轻轻拍着我的背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站起来，擦掉眼泪，走下楼。客厅里，张慧琴坐在沙发上，看到我，愣了一下。楠楠，你怎么哭了？我走到她面前，扑通一声跪了下去。妈，对不起。我哽咽着说，这3年是我不好，是我太自私了。哎呦，你这孩子！张慧琴吓了一跳，赶紧扶我起来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妈，我知道了。我抓住她的手，我知道3年前的事了，我知道你替我还了债，我知道你一直在帮我。可是我这3年都做了什么？我那么对你，你还对我这么好。张慧琴愣住了。客厅里突然安静下来。你都知道了。张慧琴的声音有点发抖。我点点头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。妈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张慧琴沉默了很久，然后叹了口气，把我拉到身边坐下。傻孩子，你道什么歉啊？你不知道这些事对我那样也是正常的，是我没有处理好，让你误会了。不是的，是我太自以为是了。我哭着说，妈，你对我这么好，可我……别说了。张慧琴打断我，楠楠，妈不怪你。真的。我趴在她肩上，哭得像个孩子。这一刻，我心里所有的隔阂都消失了。我终于明白，什么叫真正的家人，不是血缘，不是利益，而是无条件的付出和包容。而我竟然用了3年才明白这个道理。那天晚上，我和林峰回到城里的公寓，一进门我就愣住了。客厅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茶几上摆着一束鲜花，旁边放着一张纸条。我走过去，拿起纸条，上面是婆婆的字。楠楠，妈妈知道那天让你受委屈了。这束花是妈妈让小峰买的，算是给你的道歉。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，你想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。
妈妈不会再做让你难过的事了。我的眼泪又掉了下来。林峰从背后抱住我，楠楠，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，好吗？我点点头。是啊，该好好过日子了。我以为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以为从今以后我们会幸福美满，但我不知道命运还给我准备了一个更大的秘密。第二天早上，我醒来的时候，林峰已经上班去了。枕头边放着一张便条，楠楠，今天我要去外地出差，晚上才能回来。冰箱里有早餐，记得吃。爱你。我拿着便条，嘴角忍不住上扬。吃完早餐，我开始收拾房间。婆家的14口人在这里住了几天，虽然走的时候收拾过了，但还是有些凌乱。收拾到卧室的时候，我发现床头柜的抽屉半开着，里面露出一个小盒子，那是我的首饰盒。我打开盒子，突然发现不对劲，我的珍珠项链不见了。那是妈妈送给我的结婚礼物，对我来说意义重大。我翻了翻盒子，又检查了抽屉，但就是找不到。我的心一沉，不会是……我不敢往下想。我给林峰打电话，但他在开会，没接。我又把卧室翻了个遍，但还是没有。我坐在床上，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，会不会是婆家的人拿走了？不可能，他们怎么会拿我的东西？可是这几天除了他们，没有别人来过。我的手心开始出汗。我不想怀疑他们，尤其是在昨天知道了婆婆对我那么好之后。但项链确实不见了。我犹豫了很久，还是给林峰发了条消息，我的珍珠项链不见了，你见过吗？林峰很快回复，没有啊，你再找找。我没再回复，而是开始检查其他的东西。这一检查，我又发现了一个问题，我放在衣柜里的一条丝巾也不见了，还有一个包也不见了，3样东西都不见了。我的手开始发抖。我拿起手机给林峰打电话，这次他接了。林峰，我的珍珠项链、丝巾还有包都不见了。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。你确定吗？我确定。会不会是……林峰的声音突然低了下去。会不会是什么？你说话。我怀疑是孙俪拿的。我的脑子嗡的一声炸开了。孙俪，小叔子的老婆。为什么是她？因为她以前就有这个毛病。前年别人结婚的时候，她也拿了新娘的首饰，后来闹得很难看。我愣住了。那你为什么不早说？我以为他改了，而且这次我没看到，我也不好乱说。我挂了电话，整个人都傻了。孙俪拿了我的东西。我回想起这几天他的表现，对我特别热情，主动帮忙，还说了很多好听的话。原来他是在偷我的东西。我的胸口堵得难受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没有得罪他。就在这时，门铃响了。我打开门，愣住了。门外站着婆婆张慧琴，她手里拎着一个袋子，脸色很难看。楠楠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她的声音很沉。我让开路，婆婆走进来。她把袋子放在茶几上，打开，里面是我的项链、丝巾和包。楠楠，对不起。婆婆的声音在发抖，是孙俪拿的。我的眼泪一下子掉了下来。真的是她。我今天早上去她家，看到你的丝巾在她那里。我问她哪来的，她说是你送给她的。我不信，逼问了她很久，她才承认是偷拿的。我的手捂住嘴，不让自己哭出声。这孩子从小就有这个毛病。我以为她嫁人了会改，没想到婆婆的眼眶红了。
楠楠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没教好儿媳妇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妈，我哽咽着说不出话。这些东西我都拿回来了，你看看少了什么没有？我擦掉眼泪，检查了一下，都在，没少，谢谢妈。别谢我。婆婆叹了口气，这事是我们家对不起你。楠楠，如果你生气，想跟孙俪要个说法，我不拦着，你报警也好，闹也好，我都支持你。我愣住了，婆婆竟然让我报警。我已经让林涛带着孙俪过来了，他们马上就到。孙俪会当面给你道歉。话音刚落，门铃又响了。我打开门，看到林涛和孙俪站在门外。孙俪低着头，不敢看我。林涛的脸色很难看，进门就拉着孙俪跪了下去。楠楠，对不起，都是我老婆不对。林涛说，你想怎么处理都行，我们没意见。孙俪也哭着说，楠楠，对不起，我鬼迷心窍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看着跪在地上的两个人，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生气吗？当然生气。委屈吗？当然委屈。但更多的是失望。起来吧。我的声音很平静，东西拿回来了就行。楠楠，孙俪抬起头，眼泪汪汪的看着我。以后不要再来我家了。我转过身，不想看他，我不想再看到你。身后传来孙俪的哭声，但我一点同情心都没有。婆婆拉着我的手，楠楠，你受委屈了。我摇摇头，眼泪还是掉了下来。妈，我只是想不通，我对他不好吗？为什么他要这样对我？他就是个糊涂蛋。婆婆叹了口气，楠楠，你别往心里去，以后我不会再让他来你这里了。我点点头，但心里的难受怎么都消不掉。接下来的一个星期，我的生活好像恢复了平静。林峰每天按时上下班，回家会主动做家务，对我也更温柔了。婆婆隔三差五就打电话来，问我过得好不好。孙俪的事之后，林涛专门带着她上门道歉了3次，最后一次还带了一堆礼物。我都原谅了，或者说我表面上原谅了，但心里的疙瘩还是在的。这天下午，我在公司加班，同事小雨走过来，在我桌上放了一杯咖啡。楠姐，喝杯咖啡休息一下。谢谢。楠姐，你最近看起来心情不太好，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？没什么，就是有点累。哦，对了，我刚才在楼下好像看到你老公了，他跟一个女人在一起，看起来聊得挺开心的。我的手顿住了，什么时候？就10分钟前吧。我也不确定是不是他，就觉得背影挺像的。我的心跳开始加速。林峰今天说要加班，怎么会在我公司楼下？那个女人长什么样？没看清，戴着口罩和墨镜，不过看起来挺年轻的，穿的也挺时髦。我的手心开始出汗。怎么了，楠姐？你脸色不太好。小雨有点担心。没事，我勉强笑了笑。我拿出手机给林峰发消息，你在哪儿？过了5分钟，他才回复，在公司啊。怎么了？在加班吗？对啊，今天事情比较多。我盯着这条消息，突然想起小雨说的话，他在我公司楼下。如果他真的在公司加班，为什么会出现在我公司楼下？而且还跟一个年轻女人在一起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告诉自己不要多想，可能小雨看错了，可能只是长得像的人，但心里的疑虑却怎么都挥不去。下班后，我没有直接回家，而是去了林峰的公司。站在他公司楼下，我拿出手机
给他打电话。喂，楠楠，你还在公司吗？对啊，还要加一会儿班。你先回家吧，不用等我。那你大概几点能回来？不好说，可能9点左右吧。好，那你忙吧。我挂了电话，看着他公司的大楼。他说他在加班，那他现在应该在办公室里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走进了大楼。电梯停在15楼，林峰的公司在这层。我走出电梯，透过玻璃门往里看。办公室里灯火通明，但人不多。我看到林峰的位置空的，他不在。我的心一沉。他说他在加班，但他不在办公室。那他在哪里？我转身走向电梯，手指按电梯按钮的时候在发抖。回到家已经是晚上8点。我坐在沙发上，盯着手机，等林峰回来。9点10分，门开了。林峰走进来，看到我，愣了一下。楠楠，你还没睡？等你。我看着他，加班辛苦吗？还好，就是有个项目要赶，所以晚回来了。哦，我点点头。那你在办公室一直待到现在？对呀。林峰走进厨房，倒了杯水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我的声音很平静，就是有个同事说下午在我公司楼下看到你了，我还以为他看错了。林峰喝水的动作停住了，客厅里突然安静下来。过了几秒，他转过身看着我。下午？下午5点左右。我同事说看到你跟一个女人在一起。林峰的脸色变了变。你同事看错了吧？我下午一直在公司。是吗？我站起来走到他面前。那我刚才去你公司，为什么没看到你？林峰愣住了。你去我公司了？对，我去了。我的声音开始发抖。林峰，你到底在哪里？我确实不在办公室。但楠楠，我没做对不起你的事。那你在哪里？我去见了一个客户，是个女客户，她要签一个大单，我陪她吃了个饭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因为我怕你多想。我盯着他，突然笑了。你怕我多想，所以就骗我说你在加班。林峰，你觉得这样我就不会多想了吗？楠楠，我真的没做什么。林峰想拉我的手，我只是陪客户吃了个饭，就这么简单。我甩开他的手。那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不能直接告诉我？因为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，我不想让你再多想，所以你就骗我。我的眼泪掉了下来。林峰，你知不知道，你越是骗我，我就越多想。楠楠，你走开。我推开他，我现在不想看到你。我转身走进卧室，砰的一声关上门。靠在门上，我的眼泪止不住的流。我不知道该相信什么。林峰说他只是陪客户吃饭，但他为什么要骗我？如果真的只是工作，他为什么不能坦白？我拿出手机，想给妈妈打电话，但又怕她担心。最后我还是拨了出去。喂，楠楠。妈妈的声音很温柔。妈，我的声音哽咽了。我把今天的事说了一遍。妈妈沉默了很久。楠楠，妈妈问你一句话，你信任林峰吗？我愣住了。信任吗？我不知道。妈，我不知道。我以为我了解他，但现在我发现我什么都不了解。楠楠，你听妈妈说，婚姻里最重要的就是信任。如果你不信任他，这个婚姻就没法继续。但是楠楠，信任不是盲目的。如果他做了对不起你的事，你也不能一味忍让。可是妈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做对不起我的事。他说他只是陪客户吃饭，
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。那你就问清楚，问他客户是谁，在哪里吃的饭，有没有别人在场。如果他能说清楚，那就说明他没撒谎；如果他支支吾吾，那就有问题。我点点头，我知道了，谢谢妈。楠楠，妈妈希望你记住一件事，不管发生什么，妈妈都支持你。如果林峰真的对不起你，你就回家来，妈妈养你一辈子。我的眼泪又掉了下来。妈，好了，别哭了，去跟他好好谈谈吧。挂了电话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打开门走出去。林峰坐在沙发上，看到我出来，立刻站起来。楠楠，坐下。我说，我们好好谈谈。林峰坐下，我也坐在他对面。林峰，我问你，那个客户叫什么名字？王雅琴。你们在哪里吃的饭？金茂大厦的那家粤菜馆。有别人在场吗？林峰犹豫了一下，没有，就我们两个。我的心一沉，就你们两个？林峰，你一个已婚男人跟一个女客户单独吃饭，你觉得合适吗？楠楠，我真的是为了工作，这个单子很重要，关系到我的业绩和奖金。那你为什么不能带上其他同事？因为他只想跟我单独谈。楠楠，我发誓，我真的什么都没做，我们就是吃了个饭，谈了工作，然后我就回来了。我盯着他的眼睛，想从中看出一点端倪，但他的眼神很坦然，不像是在撒谎。林峰，我最后问你一次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你有没有做对不起我的事？没有。林峰看着我，很认真地说，楠楠，我对天发誓，我绝对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。我看着他，心里的疑虑慢慢消散了一些。好，我相信你。我说，但是林峰，我希望你记住一件事，以后不管什么事都不要骗我，哪怕是善意的谎言也不要，因为谎言会毁掉信任，而没有信任的婚姻是走不长的。我记住了。林峰走过来，抱住我，楠楠，对不起，我以后再也不会骗你了。我靠在他怀里，闭上眼睛。我选择相信他，但心里的不安还是没有完全消失，因为我发现我们之间的信任已经出现了裂痕。那天晚上，我和林峰和好了，但我睡得很不安稳，一直在做梦。第二天下午，我提前下班回家，刚走到小区门口，就看到林峰从一辆出租车上下来。他不是一个人，旁边还有一个女人。我的脚步停住了。那个女人戴着口罩和墨镜，但我一眼就看出来，她很年轻，身材很好，穿着一件白色的长裙，长发披肩。她和林峰并肩走着，说说笑笑的。林峰还帮她拎着一个袋子。我的心像被一只手狠狠攥住，疼得快要窒息。我站在原地，看着他们走进小区，然后我跟了上去。他们走进了电梯，我等电梯门关上，立刻按了另一部电梯。电梯到了15楼，我走出去，看到他们正站在一户人家门口。那是1508，林峰朋友的房子，一直空着。林峰拿出钥匙，打开门，那个女人走了进去。门关上了，我站在走廊里，整个人都僵住了。林峰和那个女人进了房子，我不知道站了多久，只知道当我回过神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我转身走向电梯，手指按电梯按钮的时候在发抖。回到家，我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，脑子里不断回放着刚才的画面。手机响了，是林峰打来的。喂，我的声音很平静。楠楠，
我今晚可能要晚点回来，公司临时有个会议。又是谎言。好，那你忙吧。你早点睡，不用等我。我挂了电话，盯着手机屏幕，突然笑了。笑着笑着，眼泪就掉下来了。他又骗我了。他明明和一个女人在一起，却说他在公司开会。他到底把我当成什么了？一个可以随意欺骗的傻子吗？我站起来，走进卧室，拿出行李箱，开始收拾东西。我不想留在这里了，我不想再被骗了。收拾到一半，门开了，林峰回来了。他看到我在收拾行李，愣住了。楠楠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要走。你去哪儿？回我爸妈家。为什么？林峰走过来，想拉我的手。楠楠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我甩开他的手。林峰，我问你，你今晚去哪里了？林峰的脸色变了。我不是说了吗？公司开会。是吗？我盯着他的眼睛，那能不能解释一下，为什么我下午看到你和一个女人进了1508？林峰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客厅里突然安静下来。过了很久，他才开口。楠楠，你听我解释。我不想听。我转身继续收拾行李。林峰，我们离婚吧。楠楠。林峰抓住我的手。你听我说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那是什么样？我转过身，眼泪掉了下来。你告诉我，你和一个女人进了房间，关上门，这不是我想的那样。那是什么样？她是我妹妹。我愣住了。什么？她是我妹妹，我亲妹妹。林峰的眼眶红了。楠楠，我一直没告诉你，其实我还有一个妹妹，叫林若雪。我的脑子嗡的一声炸开了。亲妹妹？林峰还有一个妹妹？这不可能，你只有一个妹妹，林小燕。不是的。林峰拉着我坐下。楠楠，我跟你说实话，林若雪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，她是我爸在外面生的孩子。我愣住了。这件事我们家一直瞒着。林峰的声音很低。15年前，我爸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，还生了一个女儿。我妈当时闹得很厉害，差点离婚。后来那个女人死了，孩子留了下来，一直寄养在亲戚家里。我的手心开始出汗。那为什么我从来不知道？因为我妈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件事，这是我们家的耻辱。我妈让我们对外都说只有3个孩子，不许提林若雪。那她为什么现在出现了？因为她考上了这边的大学，需要有个住的地方。1508是我朋友的房子，一直空着，我就借来给他住。楠楠，你刚才看到的就是我在帮他搬东西。我盯着他，不知道该不该相信。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因为我妈不让我告诉你，她怕你知道了会看不起我们家。我的心像被一只手狠狠攥住。原来是这样，原来不是我想的那样。林峰，我的眼泪掉了下来。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我没有骗你，我只是没说实话。林峰抱住我。楠楠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瞒着你，但我真的没做对不起你的事。我趴在他肩上，哭得撕心裂肺。我以为他出轨了，我以为他背叛了我。可是我错了，他只是有一个不能说的秘密。楠楠，你能原谅我吗？林峰的声音在发抖。我点点头，我原谅你。但心里的难受却怎么都消不掉，因为我发现这个家里秘密太多了，多到我开始怀疑我到底了解多少。那天晚上我失眠了，脑子里反复回想着林峰说的话，他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，叫林若雪。这件事
我从来不知道。林大山出过轨，还有一个私生女，这件事我也从来不知道。我在这个家里生活了3年，但我好像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这个家。第二天中午，林峰带我去见了林若雪。站在门口的女孩大概20岁出头，长发披肩，五官精致，穿着一件简单的 T 恤和牛仔裤。她看到我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嫂子好，我是林若雪。你好。我也笑了笑。我们走进房间，林若雪给我们倒了水。若雪，以后你在这边读书，有什么事就找你哥。林峰说。谢谢哥。林若雪看向我，嫂子，对不起，我之前没能去参加你们的婚礼。没关系，嫂子，我知道哥一直没告诉你我的事，但这不怪哥，是我妈的原因，她不想让别人知道我。我理解。我打断他，这些都过去了，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。林若雪的眼眶红了，谢谢嫂子。我们在1508待了1个多小时，林若雪给我们看了她的房间，还说了一些她在学校的事。她看起来很乖巧，也很懂事。我的心里原本的疑虑慢慢消散了，可能我真的想多了。回家的路上，我问林峰，你妈知道你今天带我来见若雪吗？林峰愣了一下，还没告诉她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她？再等等吧。我妈现在身体不好，我怕她知道了会生气。我点点头，没再说什么，但心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如果林若雪真的是林峰的妹妹，婆婆为什么要瞒着我？如果这是家丑，不想外传，为什么又要让林若雪住在我们小区？我想不明白，但我也不想再追问了，因为我怕再知道什么不该知道的秘密。1个星期后，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。请问是苏南女士吗？我是云海银行的信贷专员，姓李。苏女士，你3年前在我们银行办理的贷款，现在已经逾期3个月了，请问你什么时候能还款？我愣住了，贷款？我没有办理过贷款啊。您确实办理过。2020年3月，您在我们银行办理了一笔20万的信用贷款，期限3年，现在已经到期了，但您一直没有还款。我的脑子一片空白，这不可能，我从来没有办理过贷款。苏女士，我们这边有您的签字和身份证复印件，如果您再不还款，我们只能走法律程序了。我报了邮箱地址，挂了电话。几分钟后，我收到了一封邮件。打开附件，我看到了一份贷款合同。合同上清清楚楚的写着我的名字苏南，还有我的签名，还有我的身份证复印件。我的手开始发抖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什么时候办理过贷款？我立刻给林峰打电话。林峰，你知不知道我名下有一笔20万的贷款？我的声音在发抖。电话那头沉默了。林峰，你说话。楠楠，你是不是接到银行的电话了？我的心一沉。你知道这件事？楠楠，这件事说来话长，你先别急，等我回去再解释。不行，你现在就告诉我。我的声音近乎尖叫。林峰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电话那头又是一阵沉默。是我办的。林峰终于说，3年前我用你的身份信息办理了这笔贷款。我的大脑一片空白。你说什么？楠楠，我当时真的是没办法了。我爸生病需要钱，我妈又要替你还车祸的债，我实在拿不出钱了，所以你就用我的名义去贷款。我打断他，林峰，你知不知道这是违法的？
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林峰的声音带着哭腔。可是楠楠，我真的没办法。我当时想着，等我有钱了就赶紧还上，不会让你知道的。可是你没还。我的眼泪掉了下来。林峰，现在银行要起诉我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知道，我这就去还。楠楠，你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马上想办法。够了，我打断他。林峰，我不想再听你的解释了。我挂了电话，瘫坐在沙发上，脑子里一片混乱。林峰用我的名义贷款20万，这件事他瞒了我3年。这3年，我一直以为是婆婆在帮我还债，可实际上我还欠着银行20万，而这笔钱根本不是我借的。我的手机又响了，这次是妈妈打来的。喂，妈，楠楠，你快回家来。妈妈的声音很急，你爸出事了。我的心一紧，爸怎么了？他刚才突然晕倒了，现在在医院。妈妈哽咽着说，医生说要做手术，需要一大笔钱。我的眼泪又掉了下来。妈，你别急，我马上过来。到医院的时候，妈妈正在急诊室外面等着。妈，我跑过去，爸怎么样了？医生说要做心脏搭桥手术。妈妈的眼泪止不住的流。楠楠，手术费要15万，我们拿不出来。我的脑子一片空白。15万？我哪里有15万？我名下还有20万的债务，我的积蓄都给了婆家，我现在1分钱都拿不出来。妈，你别急，我想想办法。我的声音在发抖。我拿出手机，想给林峰打电话，但手指停在了屏幕上。林峰现在自己都顾不上，他哪里还有钱？我咬了咬牙，给婆婆打了电话。喂，楠楠。妈，我爸出事了，在医院，需要做手术。我的声音哽咽了，您能不能借我15万？我一定会还的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。楠楠，不是妈不想帮你，可是家里真的没钱了。小峰上次说要还银行的钱，我把所有积蓄都给他了。我的心一沉。那怎么办？要不你跟小峰商量商量，他是你老公，你爸的事他应该帮忙的。我挂了电话，眼泪掉了下来。林峰自己都欠着银行的钱，他能帮什么忙？我想了想，给几个朋友打电话，但能借的钱加起来也只有5万，还差10万。我坐在医院的长椅上，感觉整个人都要崩溃了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又响了，是一个陌生号码。我接起来，喂，是苏楠女士吗？我是张慧琴的主治医生，姓王。张女士3年前在我们医院住过院，当时留下了你的电话作为紧急联系人。我愣住了，您是说我婆婆？对，张女士3年前因为急性心梗住院，当时情况很危险。她让我转告你一句话，如果她出了什么事，让你一定要看看她留给你的东西。我的心跳开始加速，什么东西？我不太清楚。她当时只是让我转告你，说有一个盒子放在她床头柜的最底层，里面有她想对你说的话。我的手开始发抖。王医生，我婆婆现在怎么样了？她现在很好，已经康复了。我只是觉得，既然她当时特意交代了这件事，我应该告诉你。谢谢您。挂了电话，我的脑子一片混乱。婆婆留给我的东西，在她床头柜的最底层。我对妈妈说，妈，我出去一趟，很快回来。我打车去了婆家，一路上我的心跳得很快。到了婆家，我用钥匙打开门，家里没人，
很安静。我走进婆婆的房间，打开床头柜，最底层有一个铁盒子，我拿出来，打开，里面是一叠文件，最上面的是一张医院的诊断书。诊断书上写着，患者张慧琴确诊急性心肌梗死，建议立即手术。日期是2020年3月15日。3年前的3月15日，那不就是我出车祸后的第2天吗？我继续往下翻，看到了一张手术缴费单，缴费金额18万，缴费人张慧琴。我的手开始发抖。18万，婆婆替我付的医药费是18万，可是林峰说婆婆帮我还的债只有10万多。我继续往下翻，看到了一张银行转账记录，转账时间2020年3月16日，转账金额20万，转账人张慧琴，收款人林峰。我的大脑一片空白。20万，婆婆转给了林峰20万，可是林峰说是他用我的名义贷款的20万。我的手开始发抖，继续往下翻，最后一页是一封信，信纸已经有些发黄，上面是婆婆的字迹。楠楠，如果你看到这封信，说明我已经不在了。孩子，对不起，我骗了你。3年前你出车祸的时候，医药费确实很高，你爸妈拿不出来，四处借钱。我知道后决定帮你们，但我当时手里也没有那么多钱，我只能把我这些年存的18万都拿了出来，帮你付了医药费，还差20万是我向高利贷借的。我知道小峰一直想做生意，就跟他说我有20万，让他拿去做生意，赚了钱再还我。小峰答应了，拿着钱去做生意，但他不知道那20万是我借的高利贷。我怕他知道了会有负担，所以一直瞒着他。这3年我一直在还高利贷，每个月要还1万多。我本来想着等你和小峰过得好了，我就把这件事告诉你们，但我的身体越来越不好，医生说我的心脏随时可能出问题。楠楠，我不怕死，我只是怕你和小峰误会我。我这一辈子没做过什么坏事，唯一做错的就是骗了你们，但我不后悔，因为你是我儿媳妇，是我的孩子，只要你和小峰好好的，我就满足了。孩子，如果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了，请帮我还那笔高利贷，我不想死了之后还给你们留下债务。还有，不要怪小峰，他是个好孩子，只是太要强了，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的难处。你要好好对他，也要让他好好对你。妈妈相信你们会幸福的。张慧琴。2020年4月1日，我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掉在信纸上。原来是这样，婆婆不是帮我还债，她是替我背债。她借了高利贷，替我付医药费。她把钱给了林峰，让他去做生意，而林峰拿着这笔钱办了我名义的贷款，去还了高利贷。我错了，我大错特错了。我以为婆婆对我不好，以为她看不起我，可实际上她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保护我。她借高利贷替我付医药费，自己每个月还1万多。她3年来的冷淡，不是因为她不喜欢我，而是因为她不想让我有负担。而我竟然还埋怨她，还想离婚。我趴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。妈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打车回到家，已经是晚上9点，林峰还没回来。我坐在沙发上等他，等了很久，门开了，林峰走进来，看到我，愣了一下。楠楠，你爸的手术。
我去了你妈家。我打断他，我看到了你妈留给我的东西。林峰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林峰，我问你，你妈给你的那20万是她借的高利贷对吗？林峰低下头不说话。你说话。我站起来走到他面前，你拿着你妈借的高利贷去还银行，然后用我的名义又贷了20万，对不对？楠楠，林峰的声音在发抖，我当时真的没办法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的眼泪掉了下来。林峰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因为我不想让你知道我家有多穷，我有多没用。林峰的眼眶红了。楠楠，我是个男人，我有自尊，我不想让你看不起我。可是你骗了我，你用我的名义去贷款，你知不知道这会害了我？我知道。林峰跪了下去。楠楠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这就去还钱，我发誓，我一定会还上的。我看着跪在地上的林峰，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你拿什么还？我的声音很冷。你妈借的高利贷，这3年她每个月还1万多，你知道吗？林峰愣住了。什么？你不知道？我冷笑。你妈为了不让你有负担，一直瞒着你。这3年，她一直在还高利贷。你以为她对我冷淡，其实她是在拼命赚钱还债。林峰的脸色变得更加苍白。林峰，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？你用你妈的血汗钱去做生意，然后又用我的名义去贷款。你毁了你妈，也毁了我。林峰趴在地上放声大哭。我看着他，心里的愤怒慢慢变成了悲哀。这个男人是我选择托付一生的人，可是现在我不知道我当初选择的到底对不对。楠楠，你给我一次机会。林峰抬起头，眼泪汪汪的看着我。我会想办法还钱的，我会好好补偿你和我妈的。怎么补偿？我的声音很冷。林峰，我爸现在在医院等着做手术，需要15万，你拿得出来吗？林峰愣住了。你妈借的高利贷还有10几万没还，你拿得出来吗？林峰低下头不说话。你拿不出来。我擦掉眼泪。林峰，我现在才发现你什么都给不了我，我要离婚。我说出了这句话，客厅里突然安静下来。林峰抬起头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要离婚。林峰，我们不合适。不行。林峰爬过来，抓住我的手。楠楠，你不能离开我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给过你机会了。我的声音很平静。3年，整整3年。我一直在给你机会，但你呢？你一次又一次的骗我。我以后不会了，我发誓。够了。我甩开他的手。林峰，我累了，我不想再这样生活下去了。我转身走进卧室，开始收拾东西。林峰跟进来，跪在我面前，拉着我的手不让我走。楠楠，求你了，不要离开我，我真的不能没有你。我看着他，心里突然涌起一股悲哀。这个男人3年前向我求婚的时候说要让我幸福，可是现在他连自己都照顾不好，怎么照顾我？林峰，你起来，我们好好谈谈。林峰站起来，眼睛红肿。如果你真的爱我，就放我走吧。我们在一起只会互相伤害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林峰摇着头。楠楠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的。怎么重新开始？我问他，你妈的债怎么办？我名下的贷款怎么办？我爸的手术费怎么办？林峰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。你看，你什么都做不了。
我的眼泪又掉了下来。林峰，我们结束吧。我拖着行李箱走出卧室，林峰跟在我后面，拉住我的手。我推开他，转身就要走。楠楠，你要是走了，我就去死！林峰突然喊道。我停住脚步，回过头看着他。他站在那里，眼神绝望，像一个被抛弃的孩子。你威胁我？我的声音在发抖。我不是威胁你，我只是真的不能失去你。楠楠，你是我生命里唯一的光。如果你走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我盯着他，心里突然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感觉。是心疼吗？还是愤怒？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这一刻，我好累。林峰，我需要时间冷静一下。你也冷静一下。等我想清楚了，我们再谈。我拖着行李箱走出门，关上门的那一刻，我听到了林峰的哭声。我靠在门上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回到娘家，已经是深夜。妈妈还没睡，看到我拖着行李箱回来，什么都没问，只是把我拉进怀里。妈，爸的手术费，我会想办法的。我哽咽着说。不用了。妈妈擦掉我的眼泪。今天下午，有个好心人给医院打了电话，说愿意匿名资助你爸的手术费。手术费已经付了，明天就可以做手术了。我愣住了。什么？医院说是一个女人打来的电话，说看到了你爸的情况，想帮忙。我的眼泪又掉了下来。是谁？谁会在这个时候帮我？我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人，林若雪。不可能，他只是个学生，哪里来的钱？可是除了他，我想不出还有谁会帮我。我走到阳台上，给林若雪打电话。电话响了很久，才被接起来。喂，嫂子。林若雪的声音有点沙哑，好像刚哭过。若雪，是你帮我爸付的手术费吗？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。嫂子，你怎么知道？我的眼泪又掉了下来。真的是他。若雪，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帮我？因为你是第一个对我好的人。嫂子，你知道吗？我从小就是个私生女，被人瞧不起。我妈死后，我在亲戚家寄人篱下，没有人真正关心过我。我的心揪了一下。但是你不一样，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，没有嫌弃我，没有用异样的眼光看我。你说我们是一家人，那一刻我真的很感动。我的眼泪止不住的流。嫂子，我知道哥哥欠了很多债，他经常偷偷打电话借钱，我都听到了。我想帮他，但我只是个学生，能力有限。我妈生前给我留了一笔钱，20万。我本来是打算留着以后上学用的，但我想嫂子更需要这笔钱，所以我就……不行。我打断他。若雪，那是你妈留给你的钱，你不能给我。可是嫂子，你爸需要做手术啊。我知道你现在很难，我想帮你。我捂住嘴，不让自己哭出声。这个世界上最亏欠我的人在算计我，最不该帮我的人却在拼命帮我。若雪，谢谢你。我哽咽着说，这笔钱我一定会还给你的。不用还，嫂子，你以前对我那么好，我应该报答你。我的眼泪像决堤的洪水，再也止不住。那天晚上我没有睡着，脑子里反复回想着这些天发生的事。婆婆替我还债，自己背上高利贷。林峰用我的名义贷款，骗了我3年。孙俪偷我的东西，还装得若无其事。林若雪用自己的积蓄帮我，不求回报。这个家，到底谁是真心对我好的人？
我已经分不清了。第二天早上，爸爸做了手术，很成功。我坐在病房外面的长椅上，看着窗外的阳光，心里却是一片黑暗。手机响了，是林峰打来的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接了。喂，楠楠，你爸的手术怎么样了？很成功。那就好。林峰沉默了一下。楠楠，我想跟你谈谈。我已经决定了，我要把房子卖了，还清所有的债。1508那套房子是我朋友的，我可以把它买下来，加上我们现在住的房子，应该能凑够所有的欠款。我愣住了。你要卖房子？对，楠楠，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我也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但我想用我的方式给你一个交代。我的眼泪又掉了下来。楠楠，如果你真的想离婚，我不会拦你，但在离婚之前，我会把所有的债都还清。我不想让你背负任何负担。他挂了电话。我坐在长椅上，泪流满面。这个男人终于愿意为我承担了，可是已经太晚了。有些伤害造成了就是造成了，有些信任失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。爸爸出院那天，我在医院门口看到了林峰。他站在医院门口，手里拎着一个袋子，看到我愣了一下，然后走过来。楠楠，我来看看叔叔。他把袋子递给我，这是一些补品。我接过袋子，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谢谢。不用谢。楠楠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已经把2套房子都卖了，除了还债，还剩下30万。这30万我全部给你，算是我的补偿。我愣住了。你把房子都卖了？那你住哪儿？我暂时住在公司宿舍。等过一段时间，我再租个房子。我看着他，心里突然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感觉。林峰，你不用这样。房子是你婚前买的，跟我没关系。可是我欠你的。林峰看着我，眼眶红了。楠楠，这3年是我对不起你。我的眼泪又掉了下来。林峰，我们都有错。你错在骗我，我错在不够了解你。楠楠，但是林峰，有些事错过了就是错过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我们还是离婚吧。林峰的身体晃了一下，好像被什么击中了。你真的决定了？我点点头。林峰，我们不合适，与其互相折磨，不如好聚好散。林峰低下头，沉默了很久。好，如果这是你的决定，我尊重你。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银行卡，递给我，这里面是30万，密码是你的生日。楠楠，这些钱你拿着，不要拒绝，就当是我最后能为你做的事了。我接过银行卡，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谢谢。不用谢。林峰看着我，眼泪终于掉了下来。楠楠，对不起。对不起的是我。我也哭了。林峰，我没能成为一个好妻子。不，你是最好的。林峰擦掉眼泪，是我不配拥有你。我们就这样站在医院门口，哭得像2个孩子。路过的人都在看我们，但我们谁都不在乎。这一刻，我们都知道，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这样面对面了。楠楠，你要好好的。林峰最后说，你也是。他转身离开，背影在阳光下显得特别孤独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心里突然涌起一股强烈的冲动，我想追上去，告诉他，我们重新开始吧。但我没有，因为我知道，有些伤害是无法弥补的，有些人注定只能陪你走一段路。1个月后，我们办理了离婚手续。
过程很顺利，没有争吵，没有纠缠。我们坐在民政局的椅子上，等待叫号。叫到我们的号了，我们一起走进办公室，签字、拍照、领证。整个过程不到10分钟，10分钟就结束了3年的婚姻。走出民政局，阳光刺眼。林峰突然说：“楠楠，我们拍张照吧，最后一张。”我愣了一下，点点头。我们站在民政局门口，他拿出手机，按下快门。照片里我们都在笑，但笑容里都带着泪。楠楠，再见，再见。我转身离开，没有回头，因为我怕一回头就会舍不得。3年后，这3年我的生活慢慢步入了正轨。我在新公司做得不错，升职加薪了。我搬进了自己买的房子，虽然不大，但很温馨。我也交了新的朋友，生活充实而平静。但有时候我还是会想起林峰，想起我们在一起的那3年。有人说时间会冲淡一切，但我发现有些人，有些事永远不会被忘记。今年清明节，我回了一趟老家。路过林家村的时候，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决定去看看。村口的牌子还在，只是更旧了。我走进村子，一切都还是老样子。走到林家门口，我停住了脚步。门开着，院子里坐着一个老人，是婆婆。她坐在藤椅上，闭着眼睛晒太阳，头发全白了，脸上的皱纹也深了很多。我站在门口，不知道该不该进去。就在这时，婆婆睁开了眼睛，看到了我。她愣了一下，然后慢慢站起来。楠楠，妈，我叫了一声，眼泪就掉了下来。婆婆走过来，拉住我的手，仔细打量着我。楠楠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瘦了。妈，我趴在她怀里，哭得像个孩子。傻孩子，哭什么？婆婆拍着我的背，快进来坐。我们坐在院子里，婆婆给我倒了杯茶。妈，您身体还好吗？还行，死不了。婆婆笑了笑，倒是你，听说你换了新工作。我愣了一下，您怎么知道？小峰告诉我的。他虽然嘴上不说，但一直在关心你。我的心跳了一下。他还好吗？他去年再婚了，对象是他公司的同事，一个很温柔的姑娘。上个月结的婚，我去参加了婚礼。我的心像被一只手狠狠攥住。那挺好的。楠楠，婆婆握住我的手，你也要幸福啊。我点点头，但眼泪还是掉了下来。孩子，不要哭。婆婆擦掉我的眼泪，有些事过去了就过去了。你和小峰是没有缘分，但妈妈希望你记住，不管怎么样，你永远是妈妈的孩子。我趴在婆婆怀里，放声大哭。这3年的委屈，3年的思念，3年的遗憾，在这一刻全部爆发出来。在婆婆家待了一下午，我才离开。走的时候，婆婆塞给我一个信封。这是什么？打开看看。我打开信封，里面是500块钱。我愣住了。当年给你500块让你回娘家，是妈妈不对。这500块，妈妈还给你。楠楠，你要记住，不管什么时候，这里永远是你的家。我的眼泪又掉了下来。好了，快走吧。路上小心。我转身离开，走了几步，又回头看了一眼。婆婆还站在门口，向我挥手。我也向她挥手，然后转身走了。又过了1年。这1年，我遇到了一个很好的男人，我们在一起了。他对我很好，很温柔，也很懂我。我们正在计划结婚，但有一天，
我接到了一个电话，请问是苏南女士吗？我是殡仪馆的工作人员，张慧琴女士在弥留之际留下了您的联系方式，她希望您能来参加她的葬礼。我的手机掉在了地上，婆婆去世了，葬礼在3天后举行。我穿着黑色的衣服，站在人群最后面。林峰站在最前面，他旁边站着一个女人，应该就是他的妻子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葬礼很简单，但来的人很多。村里的人都说张慧琴是个好人，一辈子都在为家人付出。我听着那些话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是的，他是个好人，只是我发现的太晚了。葬礼结束后，我走到墓前，放下一束花，还有那500块钱。妈，这500块我还给您。谢谢您3年前给我的那500块，让我学会了成长。我跪在墓前，磕了3个头。妈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妈，下辈子让我做您的女儿吧，我一定会好好孝顺您。妈，一路走好。我站起来，擦掉眼泪，转身离开。走到墓园门口，林峰站在那里。楠楠，谢谢你来。我妈她一直都很喜欢你。我知道，只是我发现的太晚了。楠楠，你要好好的。你也是。他转身离开了。我站在原地，看着他的背影，突然笑了。是啊，一切都结束了，我也该开始新的生活了。晚上，我回到了自己的城市。男友在机场接我，看到我红肿的眼睛，心疼的把我抱进怀里。楠楠，没事了。他轻声说。没事了。我靠在他怀里，闭上眼睛。是的，没事了。那些过去的，都让它过去吧。那些遗憾的，就让它成为遗憾吧。人生就是这样，有些人注定只能陪你走一段路，有些爱只有失去了才知道珍贵。但没关系，因为每一段经历都让我们成长，每一次告别都让我们更懂得珍惜。而我终于学会了，太晚的理解也是一种成长。